美菲联合进行的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可算是结束了。虽然说在这场演习上，美军是远火打靶，五发不中，丢尽了脸面，但好歹是将军事力量重返菲律宾这件事情推进了一大步。现在的美国人又可以照常进驻菲律宾，更方便的与我军进行对抗了。而既然签订的是美菲防御协定，那菲律宾付出了，你就得给人家回报才行。这两天，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上任之后展开了一次访美行动，在访问期间，除了会见了拜登之外，还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等高官，好好的给菲律宾争取了一番援助。在军事合作方面，美国为菲律宾提供的首批2艘旋风级海岸巡逻艇已经踏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旅途，将在月底移交给菲律宾。除此之外，美国还会给菲律宾人送2艘岛级、2艘海洋保护者级巡逻艇以及3架 C-130H 战术运输机，合起来呢算是差不多1000吨的舰艇，100来吨的飞机。虽说这个援助的规模不是很大啊，6艘军舰里4艘是100吨级的小艇，2艘呢是300多吨的大艇，而且都是在美军或海岸警备队服役多年的退役装备。但对菲律宾而言呢，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旋风级这样的船好歹能开到35节，能拿去在南海和解放军对峙玩标船。而除了老旧舰艇和飞机之外，美国也没忘了给点实惠，同意美国国际开发署为菲律宾提供一批30亿美元的融资，帮菲律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之外，还有1亿多美元帮助菲律宾改善公共卫生，这算是给菲律宾官方实打实的好处了。除了这30亿的融资和1亿多美元的援助之外，美国能拿出来的另一个合作计划就很有趣了。首先呢，是拿700多万美元提供给2000多菲律宾青年去美国交流学习交流的方向呢主要是政治领域。另外呢，再拿出3000万美元提供给菲律宾高校，帮他们发展高等教育上的合作。简单来说呢，就是1亿美元帮着菲律宾培养新一代的政客算是美国人拿出钱增援未来了。那去美国交流，接受美国培养的政客，那将来肯定是亲美的。等他们在菲律宾走上高位，那就能进一步将美国和菲律宾捆绑在一起，更好的承担美国反华桥头堡的地位。从实际上看，美国人做的这个生意还是非常赚的6艘合起来也不值几个钱的二手巡逻艇，3艘还不知道能飞几天的老旧战术运输机再加上总计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就能捆绑上菲律宾这个战略位置险要的国家上自己的战车。还不说占绝对大头的30亿美元所谓援助也不需要美国政府和美军自己掏钱这种机会可不多了。美国人现在这个算盘打的是很好，就是要利用小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这样一个窗口期，进一步加深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捆绑，尽可能的渗透菲律宾政坛，深化对菲律宾的影响力，将菲律宾打造成未来中美对抗的前沿。不然菲律宾再来一个杜特尔特式的天降猛男，这事儿就不太好办了。趁着最近几年，赶紧利用教育培养出一批亲美反华的菲律宾未来政客将来不管菲律宾政坛如何变动，美国人总是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的。这1亿美元反而是美国人这慷慨30多亿支出里面最重头戏的部分。所以30亿是融资要还钱，这1亿是援助，免费送给菲律宾的嘛？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是吧？在这些援助之外，美国人还给菲律宾吃了一颗挑衅中国的定心丸。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见小马克思的时候也承诺，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协定适用于南海，在南海中针对菲律宾海军或海岸警卫队的攻击，也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条款，美国会对菲律宾承担条约规定的共同防御义务简单来说，美国人就是给菲律宾画了个饼。美国将解放军针对菲律宾海警和海军舰艇的打击视为对美国的打击，菲律宾你放心去挑衅中国，如果中国出手撞沉或者击沉了菲律宾的海警船，美国会亲自下场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帮菲律宾讨公道这无疑就是在挑唆菲律宾在南海岛礁问题上加剧对我国的挑衅幅度。但我们也得提醒一下菲律宾人，美国的武器装备被攻击那又会如何呢？菲律宾人真知道吗？菲律宾人如果不知道，那就看看前2个月美军的 MQ-9无人机被俄军战机拦截坠海，那可是美军自己的财产，直接是在公海侦察被俄军拿尾流吹坠海了，还被做成视频资料反复放送。俄军甚至还给2位参与拦截行动的飞行员授勋，以嘲讽美军。美国人最后不就简单谴责2句，说俄军这个举动不专业，完事儿了不说俄罗斯这种大国了，
20年1月啊，伊朗为了报复苏莱曼尼遇袭，拿10枚导弹炸了驻伊美军的空军基地，给美军造成了上百人的伤亡。那你美国人不还是吃了个哑巴亏就完吗？拿个脑震荡的理由给糊弄过去，把死在伊朗轰炸里的美军士兵都算进失误了。20年3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拿29枚火箭弹炸了美军的塔吉营地啊，美军承认2名士兵阵亡，1名英军阵亡，10余人受伤。最后美军不还是保持最大的克制，不了了之了？那菲律宾要是哪天真以为自己有美国撑腰，在南海问题上挑衅过度吃了教训，美国人最后会不会为了1、2艘菲律宾舰艇下场和解放军对抗，那也就不难回答了。希望菲律宾人啊认清真相，好自为之啊。